美国2022财年国防预算大幅度增加，进一步增加核武器的投入。美国在裁减核武器的同时，又在加大投入发展核武器，进一步降低核武器门槛。美军重视更新核武器，对中国有什么启示？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曹卫东。这个美国呀，新公布了它的2022财年的这个国防预算啊，这个国防预算仍然是世界第一、最庞大的。那么这次啊，就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预算，这个财年呢，要从今年的9月份到明年的9月份啊，它并不是说马上现在就开始执行，或者是说到了2022年再执行。那么你报这么大一个盘子的国防预算，那对国会呀，它是要有一个说法的。那美国它今年怎么解释？就是大幅度的继续增加国防预算，这个钱要怎么花呢？首先呢，是要在核武器上啊做文章，就是它要继续的完善陆海空机的这种核武器啊，因为我们讲美国的核武器的数量已经是世界上最多的了，因为它和俄罗斯各占了45%的数量，那这个数量已经够了，为什么还要在这上下功夫呢？难道再制造更多的核武器吗？不是，它要使它的核武器使用的门槛进一步的降低。就是美国非常清楚，它的核武器足够把地球毁灭若干遍了啊，这个数量是足够的，这个当量也足够大。那但是呢，不敢使啊。你这个东西一使用核武器之后，那其他国家可能就要还手，那就是怎么把这个核武器使用的门槛降低？因为你不能拿在手里总是吓唬人呢。怎么使用呢？就是改进，把这个 B61-12这样的战术核武器啊，给它进一步的降低门槛，把就是比如说啊，这个5万吨当量的这个以下的叫战术核武器。那个这个战术核武器呢，比如说美国认为，如果要是就打一个地下的这个指挥所啊，比如说这个指挥所很深，可能在地下30-40米，而且上面呢有混凝土，那么就要用穿甲弹是吧？穿过这个厚厚的这个防御层，然后再爆炸。可是它的目标就局限于这个指挥所，那么这个时候它不需要5万吨的当量，因为5万吨的当量之后，可能把周围的这些建筑全都给毁坏了，所以呢，它可能就改成1万吨当量，甚而至于是5000吨的当量，那就是它的当量可调。所以美国现在在搞这种战术核武器的时候呢，就是当量可调，根据需要，我从5万吨还是变到3万吨，还是1万吨，当量可调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不能靠飞机啊，因为它部署在德国、意大利的这些战术核武器呢，都是靠 F-15这样的飞机去空投。这个呢精准度可能还差一点，所以它进一步的就是加强它的精准度，投得更准确。那么这样一来，他就认为核武器是可以使用的了，因为降低了核门槛啊，造成的附带伤害小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它要在这个就是核武器的使用上啊要下功夫。还有呢，就是美国现在的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呢是搭载了24个导弹的发射管，那么他认为呢，下一步没必要就是这么多，可能16个发射管或者20个发射管就足以了，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每枚导弹搭载的弹头都可以达到10枚、8枚的，所以你这个用24枚，那这个量可能也用不了啊。所以呢，他在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就要改进啊，一个是静音性藏得更好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信息化程度更高，再有一点呢就是它要减少搭载的这个核武器数量，那这个也是要钱的呀，所以呢这个是它在核武器上要下的功夫。再有一点呢，美国它的国防部长说呀，说我们现在还有不少舰艇啊比较老旧，比如说这个提康多罗加级的导弹巡洋舰还有18艘，那么这些舰呢都服役了30年了，可能呢作用不是很大了，可是你要是使用它或者是维修保养它，还要花很多的钱，所以要逐步的把这些老旧的舰艇给淘汰掉。那老旧的舰艇淘汰掉，那你就要建新的舰艇了，所以要建造新的这个阿利伯克级的这个3型的这种驱逐舰呢，或者其他的新型舰艇，这也要钱嘛，所以
这个是它的一个理由。再有就是飞机，美国呢一定要把对手甩开1代到2代，所以呢它还是要加强就是这种隐身战机的采购，而淘汰一些非隐身的。所以呢它要把这个 F-15、F-16这样的就是老式的战机呢逐步淘汰掉。所以这个财年呢，它准备就是把 F-15、F-16各淘汰掉46到47架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再加上就是 A-10这样的攻击机，加起来大概是200架。所以它要淘汰一些老旧的这些飞机，然后呢再购买新型的隐身战机来替代它的这个空军的装备。所以它既然要把这些部队部署在全球，这就有一个量的问题，就是数量要多。第二个就是要甩开对手，形成一个代差，那这也是要钱的呀。所以美国仍然是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开支计划。关于这个话题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